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加拿大的报纸The Globe and Mail 发表了一篇关于 LK99 的科普文章。The Globe and Mail 呢是加拿大最大的英文报纸之一。下面给大家讲讲这篇文章的详细内容翻译。标题是呢 The quest for scientific wonders will never cease， 对科学奇迹的追求永不停止。研究我们物质世界基础的科学家们都满怀着希望，相信他们最伟大的发现时代还在前头。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认为。古代哲学家们曾专注于如何描述一个由4元素构成的世界：土、气、火、水。今天元素周期表已经有118个元素，最新发现的一个是在2016年命名的。在可以用这些基础材料构建的广阔未被探索的材料景观中还隐藏着重大的发现，在等待着被发现。更令人振奋的是呢，可能会有更加基础性的突破，揭示自然规律为什么是这样运作的。一个最近的例子呢，涉及到超导体，一种可以在不损失电流的情况下传输电流的材料。人们早就知道超导体的存在，但到目前为止呢，它们只能在超低温或极高压力条件下使用，无法用于日常环境。长期以来研究这种材料的科学家一直在努力寻找方法呢，使其更实用。那在这样的背景下呢，今年7月，韩国首尔一家名为量子能源研究中心的科学家就宣称发现了这种基于铅磷灰石改性的室温超导体。这种被发现者命名为 LK99 的物质的消息迅速的呢在物理界传播，并引发了一阵新闻报道。这具有实现电力传输和存储新时代的潜力。对于一个迫切希望在不继续破坏地球情况下保持地球照明的世界来说这样的发展将是一个天赐良机。此外呢，超导体还具有麦斯纳效应，一种可以使物体悬浮的磁排斥效应。这让人立即想到呢，没有车轮的火车可以高效的在超导轨道上滑行，就像科幻梦想成真一样。其他科学家迅速试图重现韩国团队声称的这个结果，但没有成功。现在呢，大多数专家都判断 LK99 实际上并不是超导体。然而这一失败说明了更大的科学事业背后所秉持的乐观精神。这一事件表明在多年来研究材料和探索其性质的工作中，全球的研究者团体积累了大量知识，发现者的说法呢受到了认真对待，表明科学家们呢达成了共识。该领域呢还有重大突破有待发现。如果对于某一发现存在怀疑，也不会动摇对这一领域探索的信心。那这种信心也延伸到了这个夏天出现的另外一个高级的物理结果，关于缪介子的神秘行为，以及对能量和物质世界新的统一理论的寻找。缪介子就是渺子它是一种亚原子粒子，它在磁场中呢会进行预期的规律的晃动。根据标准模型的预测呢，缪介子在给定磁场中的晃动应该符合一个确定的值。但是费米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在测量中发现呢，缪介子的实际晃动与标准模型的预测存在微小的偏差，超出了预期值的 0.00233184110， 这个偏差非常小，但对于物理学家来说是意义重大，因为它可能意味着呢，标准模型并不能完全描述基本粒子的行为，需要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论来解释缪介子的异常。而这个发现给物理学提供了超越标准模型，寻找更基础理论的线索，可能会开启能量与物质性质新的理解。但具体是否真的能确定新理论，还需要更精确的实验数据和计算来验证。的确由于缪介子的实验依赖超导体，这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一个研究领域如何推进另一个研究领域。科学通过新工具提出问题，然后把答案反馈为探索现实的新方法和新问题而推进。在这个反馈循环中我们找到了最好的保证，去生活在一个奇迹永不停歇的世界里。
好的，这就是这个文章的内容。那大家都知道啊，韩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是很强的，或者换句话说啊，你不喜欢韩国人的会说韩国人很狭隘。这当然不是断言了，而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儿。但是这次啊 ，LK99 意外曝光的事儿来说，无论是内部问题导致的泄密，还是其他原因，总归是将室温超导研究和新材料的研究啊向前推进了一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说韩国人很狭隘是说不过去的，但是他们也许泄露部分论文的内容啊，可能也有其他目的啊。但毕竟呢 ，LK99 给新材料研究啊，它打开了一扇窗户。就像这个加拿大这个报纸文章所说的，科学啊是用新的工具提出问题，然后呢，通过探索答案的形态，不但提出新的问题，和实现新的转变的方式推进的。通过这样反馈循环，我们就可以持续的创造一个充满惊喜的世界。如果继续发表高质量的论文，这对科学发展也是非常积极的。即使最终发现 LK99 它不是室温超导体，将来其他的超导体啊仍然会被做出来。不管是有谁发现的，室温超导体总有一天会被发现。它不一定是符合传统经典理论的这个室温超导，那只要制造工艺比较经济实用即可。相对经济实用，我觉得比完美更重要，因为商业用途啊不需要完美。所以呢，这个世界呢不仅仅是由消极怀疑的人组成的，我们应该对未来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那好的，这就是加拿大的 The Globe and Mail 的文章啊，和大家就聊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